歡迎大家回到愛生的頻道。2026年3月底，一條消息在中國資本市場炸開了鍋，萬科的王石被限制出境了。而就在這2天，網上又有傳言說他已經被限制了自由。你可能會想說，王石他不是早就已經退休了嗎？他跟萬科還有什麼關係呢？沒錯，這個人2017年他就已經辭去了董事長，這幾年滿世界爬山、划賽艇、搞環保，要不然就是陪着他的這個嬌妻到處邀請一些嘉賓做訪談。他就連每一年1000萬的退休金都已經主動放棄了。他在萬科的股份現在已經不到 0.07%。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一個跟萬科已經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退休老人了。好了，那麼問題來了，一個退休老人，一個不拿錢、不持股、不管事兒的萬科創始人，為什麼會被限制出境？甚至有傳言說已經出事了。雖然王石很快就出來闢謠，但是這個事兒其實還是值得我們從頭到尾捋一遍。而且我提前跟您說吧，這並不是一個說誰貪了多少錢的反腐故事。那這樣一種故事，這樣一種敘事太簡單了。幾個企業的高管進去了，然後幾個數字一列出來，整個事情就比較清晰了。這個視頻是一個關於制度如何要吃人的故事。一個人他親手設計了一整套的制度，在繁榮的年代被全國乃至於被國外的商學院都奉為聖經，然後潮水退卻之後，這樣一套制度變異成了一台吞噬一切的機器，而設計它的這個人發現自己也在這個局裡頭。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我們打一個比方，一個建築師他設計了一座豪華的大廈，他非常驕傲地宣布說，這座大廈的門不需要上鎖，因為我們的管家非常紳士。然後他搬走了，10幾年之後，大廈着火了，管家一個接一個被帶走，然後調查組打開地下室，發現裡面有一座巨大的金庫，然後金庫還連着無數條暗道。那所有人就會開始問一個問題，建築師，你當年說這個大廈不需要上鎖，那麼地下室的金庫是怎麼回事呢？是誰批准挖的？誰拿了錢？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問的核心問題。先看一下犯罪現場，從2022年到2026年3月份，萬科至少有13名核心高管被調查、被起訴，或者是已經被採取了刑事強制措施。13個人，從集團總裁到城市公司的總經理，全部都包括進去了。這不單單只是幾個蒼蠅的問題了，這是整個管理層的問題。時間線我們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多米諾骨牌到底是怎麼樣倒下來的。2022年年底，深圳萬科前輪值總經理張海濤被判了8年，索賄1285萬。那會兒大家覺得有個個案很正常，任何一個企業都難免有一個蛀蟲。2024年4月份，四川梅州置業原董事長陳林棟被判了11年，索賄1800萬。這個是第2隻蛀蟲，但是大家還依然覺得這不過是一些邊緣人物。轉折點發生在2024年7月份，萬科體系裡面一個叫做彭金所的平台全面爆雷，未兌付的理財金額達到7到8個億，超過50億跟投的資金被徹底套牢。那這個我們後面會詳細展開說，先記住這麼一個節點。在這之後就是2025年1月15號，萬科的總裁兼 CEO 祝久勝被公安機關帶走了。他不是普通的区域總經理，他也不是項目的負責人，他是萬科商業帝國的2號人物。祝久勝一出事，高層瞬間洗牌。1月27號，郁亮、祝久勝、朱旭集體辭任，深鐵派來的這個辛杰接了董事長的這個職位。但是更諷刺的事情發生在後面，辛杰這個是深圳國資委請來的救火隊長，9月18號在深圳開會的當場被帶走調查，就任董事長前後不到9個月的時間。說實話，整個事情的抓馬程度，就連編劇都不敢這麼去寫。10月份的時候，祝久勝正式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辛杰辭職，2026年1月份郁亮到齡退休。退休20天之後，微信停更，而之前他其實基本上每一天都會點讚視頻，每一天都會有朋友圈的更新，突然有一天他就消失了。在這之後3月底，王石被傳出限制出境，所以我們看到祝久勝、辛杰、郁亮、王石似乎有失追責的這個鐵鏈是一環接一環，而且一路往上昆。人的部分說完了，我們來看看錢。萬科2024年虧損了495億，2025年虧損了886億，2年時間1380億。他們創下了 A 股房產企業的虧損歷史記錄。什麼概念呢？萬科1988年到2020年32年時間賺到的利潤不過2500億，但是僅僅2年的時間虧損掉了半輩子的家底。信用評級2023年9月份還是投資級，目的是 Baa1， 然後18個月之後惠譽變成了是限制性違約，標普是選擇性違約，從優等生到違約生只用了1年半的時間。而花663億入股的白衣騎士深鐵集團2024年他們因為萬科合併報表巨虧334億，1年時間就賠掉了過去5年的利潤總和。截止2025年年底，他們的累計輸血已經超過了1100億。您可能會問，深鐵是國資委的親兒子，他怎麼可能會對於1000億表外的負債毫無察覺呢？其實他們並不是看不見，而是不敢隨便掀開這個鍋蓋子。深鐵進萬科的時候，萬科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國標杆，國資入股，但是不干預他們的經營，這個是上面的政治要求。而且深鐵自己也是舉債大戶，修地鐵嘛，其實是極其燒錢的。萬科的股權它是深鐵報表上的核心資產，萬科一旦真的塌方了，深鐵自己的報表也會瞬間穿孔，搞不好會引發深圳城投債的連鎖反應。管理層就是因為看準了這一點，他們等於是把炸彈綁在了地主的金庫上，地主投鼠忌器，那也只能夠捏着鼻子繼續打錢。那這個是非常典型的國有資本跟內部人控制遭遇之後的體制性的癱瘓。即便有人看見了問題，但是整個系統的這個利益結構決定了沒有人敢隨便動手去解決這個問題。好了，犯罪現場我們基本上看完了，13個人已經倒下了，1380億灰飛煙滅，國資深陷泥潭。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錢到底是怎麼樣沒有的？這台機器到底是怎麼樣運轉導致如此巨虧的？我們先說一句公道話哈，1380億的虧損，大部分它並不是被誰裝進了口袋搬走了，有一些因素，比如說土地貶值、庫存爛尾、流動性枯竭，行業整個房地產的行業面臨雪崩。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底下，即便是管理層全都是1頂1的好手，即便他們全部是聖人，萬科也會遭遇巨虧，那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承認。但可怕的並不是虧損本身，可怕的是虧損的分配方式。在萬科這樣一套非常精密的影子體系下面，行業賺錢的時候，這個利潤它是通過彭金所的高息跟跟投槓桿被管理層超額抽走了，所以這個收益是私有化。而一旦行業崩盤的時候，損失卻完美的留在了上市公司表內，由深鐵跟散戶買單，這個風險卻社會化了。賺的錢被高管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而虧錢的時候是由國資跟散戶來買單。所以這樣一套分配機器是怎麼樣搭建出來的？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地下室的結構。先說一個前提，我們不能把萬科的影子金融體系理解為是幾個高管搞了一個詐騙的大盤，那這樣的話顯得有點太簡化了，太看不起這幫人了。其實這套體系從一開始是有正當理由的。2020年8月份的時候，中國出了一個叫做3道紅線的政策，房企的負債率、淨負債率、現金短債比3條線不能夠踩，踩了就會限制融資。萬科當時被歸入
綠檔，也就是最優等生。但是這樣一個優等生的成績是做出來的，他怎麼樣做到的呢？其實說白了，就是把負債藏到了這個表外。博商資管就是專門幹這個事情的，註冊資本1個億，管理規模上千億。他們拉來了中信信託、博時資本、招商財富、平安基金，以名股實債的方式來合作，名義上是入股，實際上是借錢。那這些在不進萬科的合併報表，報表上萬科還是綠檔的好學生，可以繼續拿低息貸款。所以這樣一套影子體系的初始功能是給報表化妝，你可以說它是欺騙，但是它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目的，讓這個上市公司在房地產行業的寒冬裡頭能夠活下去。但問題來了，一套沒有外部監管的資金體系，它在運轉過程當中，難道要完全依靠高管的自覺跟道德情操嗎？那如果沒有監管的話，它會演變成什麼東西呢？3個字：提款機。彭金鎖就是這樣一台提款機。2016年，萬科花3個億入股，祝久勝親自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表面上是互聯網的金融平台，但實際運轉的邏輯是這個樣子的：萬科項目的回款以不到 2% 的利率存入萬科財務公司，然後財務公司的錢注入彭金鎖，彭金鎖往外放貸，給高管放跟投貸，它的利率只是 2% 到 3%， 給普通員工放貸的話，利率是 10% 以上，而給供應商放貸，這個利率去到了 18% 到 24%， 資金成本 2%， 放出去最高 24%， 中間22個點的利差被管理層跟相關方他們分掉了，而且普通員工的跟投還不是自願的，如果你是萬科的項目經理，公司說你必須要跟投，錢不夠的話沒關係，彭金鎖可以借給你 10% 起步。那說白了就是萬科的管理層他們拿公司的錢開了一家高利貸的公司，然後拿槍指着自己的員工，指着腦袋說你借還是不借？你覺得這個時候萬科的員工有得選嗎？從給報表續命到給管理層吸血，那這個異變才是真正最可怕的。你不需要一個邪惡的大老板下令去貪污，你只需要在制度上留足了口子，監管上打一個瞌睡，然後一群理性的聰明人，他們就會自動的把公司的血管接到自己身上。我們再來看一看萬科2005年的年報，博商系關聯的4家公司被計提了288億的壞賬，深圳市元豐實業、匯成融通實業、匯星宏成實業、陳耀投資諮詢，註冊資本全是1000萬，參保人數全是0。在複雜的房地產金融裡面，設立零員工的 SPV， 也就是特殊目的實體，本身你可以認為是一個常規操作。那做 ABS、做信託計劃都需要用這種殼來做風險隔離。但是萬科這件事情它可怕的地方在於什麼地方？在於這4家合法合規的 SPV， 它變成了是吞噬324億資金的黑洞。錢進去以後變成了是可回收性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到底是不確定能不能夠收回來，還是不確定進了誰的口袋？德勤這個是萬科的審計公司，在年報裡面只寫了一句話：可回收性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這就好比法醫解剖完屍體之後，報告上寫着死因有待觀察。你審了這麼多年的報表，之前都看不見底層全是爛賬嗎？答案就是在行業上市的時候，所有人都不願意看見，不想看見，銀行不想看見，因為萬科是他們最好的抵押物，評級機構他們不想看見，因為維持投資級的評級有手續費，審計師他們不想看見，因為萬科是他們的大客戶，監管者他們不想看見，因為萬科的報表是政策的成功案例。繁榮的時代，這個是所有人的遮羞布，但是潮水退去的時候，底下全是農場。但是你知道這樣一台機器它臉睡的最底層是誰嗎？不是萬科的高管，因為萬科的高管他們可以用 2% 到 3% 的利率，用這個錢來跟投，賺了的放進自己的口袋，賠了是公司的
算公司的，所以他們有退路。最慘的是萬科的中層，比如說項目總監、城市公司的骨幹，那這些人他們曾經是全中國最骄傲的房地產白領，他們信仰王石的这個清教徒文化，他們相信事業合夥人的願景。當彭金鎖讓他們借 10% 的高利貸去跟投的時候，很多人不僅不反對，他們是帶着宗教一般的熱情去借錢跟投的，因為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是公司的主人。所以我們看到2024年7月份彭金鎖爆雷的時候，萬科的高管他們不着急，因為開曼群島有退路。而在深圳擠地鐵的萬科中層，他們不僅失去了工作，還背上了還不完的高利貸，大概有190個跟投項目拖欠未還本金40個億。這40個億不是抽象的數字，是一個一個非常具體的人的房貸啊、孩子的學費，還有整個家庭的未來。他們這些人是這樣一套現代企業制度最忠誠的信徒，但是也最後成了最悲慘的殉道者。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會說，萬科它不就是因為沒有老闆管了，王石已經放棄了控制權，所以這些職業經理人、這些管家當然要偷東西了，對不對？那這個說法聽起來有道理，但是一推就倒。我們可以看一看恆大集團，許家印是絕對的獨裁，碧桂園、楊氏家族也是絕對控股，融創、孫宏斌大權獨攬，這三大集團他們都有老闆，也有主人，但是他們死的比萬科更早，也更慘。所以這個王石撒手不管這個理由，他並不是病根。有老闆的房企，他死於獨裁者的狂妄。許家印自己覺得是神，一個人就把公司堵進了深淵。萬科的病屬於另外一種更隱蔽，但是也同樣致命。萬科它是死於一群高智商精英的集體理性作惡，這幫人沒有一個是蠢的。祝久勝是經濟學的博士，建行幹了19年的信貸審批，郁亮是北大國際經濟系出身，從基層做到了董事長，何卓是萬科戰略投資部出身，郁亮時期的權力中樞。他們每一個人都不需要一個許家印來告訴他們應該怎麼樣賺錢，他們自己就非常清楚。而且他們做的每一步單獨拿出來看都有合理的解釋。比如說設立事業合夥人，講的是利益捆綁，要搞項目跟投是風險共擔，開彭金鎖是解決融資的需求，做博商資管是為了優化資本結構，每一步都有非常漂亮的 PPT， 每一步都有非常合規的論證，每一步都通過了董事會的審批。但是把所有這些步驟串起來，你看到的是一條完整的利益輸送的管道。公司的錢以 2% 的成本流出來，經過幾道轉手之後，以 10% 到 24% 的利率帶回來，利差放進了管理層的口袋。獨裁者的貪污或許是簡單粗暴的，直接伸手去拿。萬科管理層的這個手法是精密的，每一步都合規，每一步都有文件，但是整套系統運轉的結果就是錢從全體萬科股東的口袋流進了管理層的口袋。學術界有一個詞兒叫做隧道效應，這樣一個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的教授2000年的時候在美國經濟論壇上提出來的。他的意思就是說，控制人從公司挖一條隧道，悄摸摸的就把公司的資源搬到了自己家裡面。但是萬科的管理層，他們不單單是挖了一條隧道，萬科的管理層他們是修了一整套的地鐵系統，而且這套地鐵系統有站名、有時刻表、有運營的公司，看起來跟正規的地鐵一模一樣。所以萬科整件事情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它證明了這個制度不怕沒有主人，它怕的是穿着西裝的商業精英，但其實是一些寄生蟲，把自己偽裝成了制度的一部分。王石當年設計的是股權分散、職業經理人治理的架構，在經濟上行的周期的確是完美的飛輪，公司高速擴張，管理層可以享受紅利，所有人都可以贏。但是這樣一套架構有一個致命的預設前提，就是它假設管理層是忠誠的，是有道德的。一旦外部的股東不敢管事，也就是華潤不管，深鐵他承諾不干預萬科的經營，那這些管理層就變成了是
不受資本約束、不受創始人約束的影子寡頭。王石他其實不是設計了一套沒有鎖的金庫，他是幹了一件更危險的事情。他把鎖設計成了只有管家能夠打開的樣子，然後告訴全世界，我們不需要鎖，因為我們的管家有非常高的道德標準，他們都是紳士。而郁亮呢？郁亮就是那個被困在神話裡頭的接班人。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他的處境，王石已經在天上成了神，因為他爬珠峰、登南極、搞環保，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中國最偉大的企業家，是那個典範。而郁亮他沒有辦法成神，他還在地上，他要交業績，他要維持企業的增長，要讓萬科永遠是行業的標杆。王石留給他的不單單是一套制度，還有一個不能夠倒塌的神話，就是萬科永遠是那個典範。但是行業在變呀，房地產的高速增長期已經過去了，要維持這個優等生的人設，郁亮就不得不越來越用力的踩油門，更大的規模，更高的周轉，更多的項目。當正規渠道的油已經不夠燒的時候，表外融資、影子平台、跟投槓桿就一個接一個的被管理層發明了出来。所以這樣一套瘋狂的影子金融系統，某種程度上就是被萬科不能衰落這個神話給逼出來的。王石他要名，而郁亮就不得不做這個實出來，一個在山頂上布道，而另外一個在地下室裡面要拼命去維持這個神蹟。那這樣一種撕裂，最終撕碎了萬科整個公司。你覺得享受着年化 60% 槓桿收益率的管理層，他們會主動給自己裝上門鎖嗎？那故事講到這個地方，王石他最多承擔一個制度設計失敗的道義責任，對不對？但是道義責任嘛，他是不會坐牢的。整個案子其實還有兩條暗線，一條通向銀行系統，另外一條通向開曼群島。這兩條線出來之後，性質就徹底變了。祝久勝2012年從中國建設銀行跳槽到萬科，這個事情誰都知道，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一個關鍵的細節。祝久勝之前在建行深圳分行，他幹了19年，做到了副行長，他掌管的就是信貸審批的業務。而當他做副行長的時候，他的頂頭上司是誰呀？田惠宇。對，這個人就是2024年2月份被判了死緩的這個田惠宇，原招商銀行行長，受賄2.1億，非法證券交易獲利3個億。2007年到2011年，田惠宇是建行深圳分行的行長，祝久勝是副行長，他們是直接上下級的關係，共事將近4年時間。我們可以猜測一下這4年發生了什麼。2007年，萬科跟建行簽署了一個200億的戰略授信合同。2008年，建行給萬科30億的企業債擔保，年利率 3.5%， 這個比市場利率低了120個基點。2009年，合作的規模達到了500個億。萬科早年的很多開發貸就是祝久勝那個時期負責審批的。一個銀行的信貸審批的副行長給一家房企批了累計700個億的優惠授信，然後一轉身他跳槽去了這家房企當高管，後來直接做到了總裁。但是這個故事不能夠只是簡化成幾個人幾個高管分章而已，往大了看，田惠宇受贿為什麼受了25年才釋發呢？王燁為什麼能夠在建行深圳分行做了8年的行長，而祝久勝為什麼能夠在建行待上19年的時間？因為在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黄金時代，萬科就是全中國最好的抵押物，給這家公司放貸款，它不良率會接近於0。銀行的行長批這樣一種規模的貸款，他不需要收賄賂，只需要光憑業績考核就能拿到很多的獎金，受賄只是順手而為的事情。所以這個其實是比個人腐敗要更加深層次的東西，系統性的共謀。銀行需要萬科的優質資產做貸款的規模，萬科需要銀行的低息資金做高周轉，兩邊等於是各取所需，利益是深度綁定。
萬科的好學生人設，他不僅騙過了投資者，也騙過了整個銀行系統。又或者說，銀行其實是心甘情願的共謀，因為他們也在通過這件事情賺錢。田惠宇走了之後，接任的王爺其實也倒掉了，受賄 6.5 個億，違法放貸 8.7 個億。從2022年起，建行深圳分行至少有8名中高層落馬，有行長，有副行長，有風控總監、支行行長，一鍋端。祝久勝在這個一鍋端的賊窩裡頭待了19年，他不是一隻蛀蟲，他是兩個系統之間的一座橋梁，一頭連着銀行系統的爛攤子，而另外一頭連着是萬科的影子帝國。所以當抵押物崩盤的时候，萬科出事了，一定會拔出蘿蔔帶出梨。這不單單是幾個人貪污腐敗的故事，這是一整個時代的地主跟錢莊一起翻車。那現在我們說回王石，王石這些年給自己立的人設就是中國最乾淨的企業家，他不持股，不貪財，他淡泊名利。在一個滿地都是許家印的行業裡頭，王石是那個光彩奪目的例外。但是我搜了一下他的商業版圖，你猜我發現了什麼？王石個人100%持有一家叫做萬寧國際的境外公司，而這個萬寧國際100%持有一家叫做 Destone Holdings。這個 Destone Holdings 持有65%的生食收購企業，它註冊在開曼群島。2022年向深交所遞交了 SPAC 招股書，他們的理由是要搞碳中和收購。其實這個招股書它是公開的，媒體曾經報道過，誰都能夠查得到。在法律上搭一個 BVI 開曼的3層架構做境外上市是一個標準的操作，但重點不在於說他拿這些離岸公司來幹什麼，重點在於說在一個極度危險的下行的週期裡頭，這一位宣稱與萬科休戚與共的創始人，他個人的核心資產已經通過極其合法的途徑建立起了完美的防火牆。而且王石在國內還有一家生食私募基金，註冊資本1000萬，實繳300萬，備案3年，管了0隻基金。而在海外呢，2020年他提到自己在以色列跟日本各有一家風投公司，這個名字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我順着線索簡單挖了一下，以色列那頭我找到了一個叫做中宜海德的 AI 新藥研發平台。2019年底在伯利恆正式揭牌，這家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除了王石之外，還有一位2006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他的 CEO 是以色列理工學院的教授。那所以這不是一個空殼而已，他是真的在認真用 AI 來研發乙肝新藥。日本那頭公司的名字查不到，但是我查到了另外一個東西，王石在東京港區買了一套塔樓公寓，每平方米大概26萬人民幣。2023年10月，他在六本木的君悅大酒店辦了喬遷宴，而他的女兒據說也是在日本。我們把目前找到的跟王石相關的碎片信息嘗試拼起來看一看。開曼群島有 SPAC， 以色列有跟諾貝爾獎合作的生物醫藥的基金，日本有房地產，有公司，有家人，國內有一個3年基本上不幹活的私募的殼。那這個不是一個退休老人的資產結構，這實際上是一張精心編織的全球防火網。眼看大廈將傾，這些管家，這些高管，他們在瘋狂的搬磚來堵窟窿，而建築師本人則在不動聲色的給自己修建諾亞方舟。我們再來看一看另外一條時間線，2023年年底，王石開始系統性的從他和田朴珺共同持股的公司裡面退出來，持股比例從 99% 降到 10%， 再到0%。到了2025年年底的時候，田朴珺實現了核心公司的 100% 控股，兩個人之間只剩下了3亞1家空殼而已。我們把這個時間線跟萬科被調查的時間線放到一起一塊兒看。2023年萬科開始出事了，王石這個時候精準的開始了切割的過程。2024年萬科巨虧495億，實施出境審批，王石持股降到了 10% 以下。
2025年13個高管被調查，田朴珺完成了100%的控股。2026年3月份的時候，王石被傳出出境受限制。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基本上每一步的資產切割都非常精準的踩在萬科調查推進的關鍵時間節點上。田朴珺後來以女兒在日本需要照顧這個理由，爭取到了解除邊控的這個措施，但是王石一直是走不了的。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牌都攤在了桌上，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王石他到底冤不冤？我沒辦法給大家一個非常乾脆利落的答案，或許只有友師他們心裡最清楚，因為這個故事裡面最讓人不安的地方，其實恰恰也在於他這個模糊不清的這麼一個態勢。王石他沒有親手操盤彭金所、博商資管，那這個事情我覺得大概率應該是真的。他2017年就已經離開公司了，影子帝國的大規模擴張是在他離開之後，所以從犯罪的角度來看，他的手可能在這方面是乾淨的。但是我們可以深想另外一層，一個把公司幹到了幾千億規模的人，他放棄了股權，放棄了薪酬，放棄了控制權，他對外的形象是中國商界的聖人。但是一個聖人為什麼要在開曼群島註冊公司？一個退休老人為什麼需要3層離岸持股的架構？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為什麼會在事發之前2年就開始精準的轉移資產呢？那這裡面有一種張力，一種道德潔癖與精密算計之間的張力。我有時候在想，王石最大的本事或許不是做房地產，而是樹立好他的人設。他是中國第一個把不要控制權包裝成一種美德的企業家。但是你反過來想啊，不要控制權這件事情本身，除了可以是道德上的光環，它也可能帶來一個非常巨大的實際的好處，就是一旦公司出事的時候，我可以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而在公司真的出事以前，他已經在 BVI、在開曼群島、在以色列、在日本搭建好了自己的網絡。所以本期視頻並不是想要做什麼定論，那這些離岸架構跟資產轉移目前沒有什麼官方的調查結論出來。王石他可能真的只是做一個合理財富規劃的退休老人，但如果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那這個恐怕也是中國商業歷史上最精巧的一次巧合。一個退休老人恰好在公司出事前2年開始切割資產，恰好在開曼群島有一套3層的架構，恰好在日本有一家沒有人知道名字的公司，恰好他的妻子在邊控期間以女兒在日本作為理由成功脫身。太多的巧合堆在一塊兒的時候，就不再是簡單的巧合了。萬科的故事講到最後，它不單單只是一個公司的故事。過去30年，全中國的企業家都在學萬科，老闆放權，職業經理人治理，股權分散，哈佛案例背書，萬科就是這樣一塊金字招牌。但是現在這個招牌已經是砸掉了，而砸碎它的不是外部的風暴，是內部這樣一群穿着西裝的聰明人。他們在這樣一套看起來非常完美的制度裡面，集體而且理性的把公司掏空掉了，每一步都合規，每一步都有精巧的 PPT， 都有董事會的審批，但結果就是1380億灰飛煙滅，結果就是國有資產深陷泥沼，結果就是幾千名非常信仰這樣一套企業治理制度的忠誠員工，他們背上了這輩子還不完的債。萬科跟王石的故事告訴我們，在一個監管可以被變通、審計可以被說服、權力可以被變現的土壤裡頭，沒有老闆不等同於他是更好的治理架構，他催生出來的是一個更加隱蔽、更加冷血的內部人利益集團。我們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那就是王石的初衷或許只是想要建一座教堂，但是他忘記了，如果教堂裡面沒有神明，牧師遲早有一天會把十字架拆下來賣掉。我是艾森，感謝您收看本期的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